儿子订婚那天，老公哽咽着说：“谢谢你替爸爸完成梦想。”原来未来丈母娘是他的白月光。后来他俩爬山失联，我报警后，再发各大平台重金悬赏。得救后，老公第一句话就是质问我，为什么要把事情闹这么大？我眼唇一笑，怎么只准你们暗度陈仓，我就不能欲擒故纵，无中生有，借刀杀人，隔岸观火吗？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妈，我的衬衫怎么还是湿的？今天可是见月儿家长的大日子，你让就我穿这皱巴巴的衣服去。儿子一脸嫌弃地抖着那件浅蓝色的衬衫，语气满是责备。儿子有洁癖，衬衫没拿稳掉地上了，他非要洗了才穿。等我知道的时候，他的衣服已经在洗烘一体机了，那机器已经坏了1个多星期了。我一直催着张向东找人来修，他却总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嘴里还振振有词。你怎么用什么坏什么？家里的老电器都用了10多年了，出问题是正常的事情。可他认为提出问题的我才是问题。要不你穿这件吧，是我前几天熨好的。我拿出一件白色的衬衫，儿子一把推开。妈，你什么大妈品味？白色太普通了，我要穿这件浅蓝色的，和领带更配。张向东终于从手机屏幕上抬起了头，不耐烦地说道：“都快要10点了，早饭还没吃上，你磨蹭什么呢？也不知道提前准备。”儿子说道：“妈做这么多年家务，还是不知道规划。你多向月儿妈学学，人家什么都井井有条。你看，害得我们都要迟到了。”我轻叹口气，伸手接过衬衫，拧干水渍，开始熨烫。等我们上车时，已经11点半了。熨烫时弯腰太久，我轻轻按捏着腰背。妈，你怎么不换衣服啊？你这样子去见月儿家长，也太失礼了吧！儿子大喊着，我这才发现自己还穿着家居服，也没有化妆。要不我别去了，这确实有点不像样。我低头扯着衣服。张向东冷冷地瞥了我一眼，见家长，见家长，你这个妈不去像话吗？一天天也不知道在瞎忙什么。来不及了，赶紧走吧，反正人家看的也不是你。到了酒店，我们见到了赵月儿和她的母亲王萍萍。王萍萍穿着剪裁合体的红色连衣裙，长发盘起，妆容精致。未来儿媳是单亲家庭，她的母亲竟然是之前红透半边天的偶像王萍萍，岁月仿佛格外优待她，一点都看不出是50多岁的人。儿子只说未来儿媳早年丧父，但没说她的母亲竟然是之前红透半边天的偶像王萍萍。寒暄过后，我们进入包间，张宇轩围着赵月儿转，张向东则殷勤地帮王萍萍拉开椅子，嘘寒问暖，两人相邻而坐。我习惯性地坐在门口，方便传菜。这么看来，他们倒像2夫妻。我摇摇头，甩掉这不合时宜的想法。阿姨，您平时喜欢做什么呀？赵月儿礼貌地问道。我刚想回答，张向东就抢先说道：“她一家庭主妇，平时就是扫地、洗碗、做饭，还能做什么？对了，整天就知道看那些无聊的电视剧，不像王女士年轻的时候星途璀璨，现在又有自己的直播账号，谁娶了你真是三生有幸。”王萍萍微微一笑：“哪里，我觉得女人是要有自己的事业的。”说着，她又转向我：“不过说起来，像嫂子这样放弃工作，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也是很勇敢的。”我勉强笑了笑，没接话。张宇轩却在一旁撇了撇嘴：“阿姨，你有事业又漂亮时尚，跟月儿走一起，
跟姐妹似的。可我妈就一点不懂时尚，穿的衣服都土死了，头发还剪得那么短。赵月儿轻捶了下张宇轩，张向东也跟着附和：“可不是吗？秀兰生完孩子后就剪了个短发，从背后看都分不出她是男是女。当年公公早逝，婆婆在我生下儿子不久就得了重病，我连月子都没坐，既照顾小的又照顾老的，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哪有时间打理头发？更何况家里困难，剪掉的头发还能换点生活费。现在日子宽松了，可是我已经习惯了这个发型，简单方便。平时他们也没说什么，怎么今天就不行了呢？我觉得胸口发堵，说了句上卫生间，离开包间。懒牛上坡屎尿多。张向东低声嘟囔。平复心情后，我准备回去，却在走廊拐角处看到王萍萍亲昵地挽着张向东的手臂，娇嗔道：“哎呀，人家只是去个洗手间，你也要送啊？”张向东用我从未听过的那种温柔语气说道：“现在外面那么乱，你可是大明星，我不放心。”我愣住了，他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亲密了？直觉告诉我，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我没有上前质问，转身回到了包间。旋转餐盘上的菜都已经动过了，他们说说笑笑，没人留意我一口没动。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忍不住问道：“为什么要在月儿妈面前那样说我？”张向东不耐烦地皱起眉头：“你怎么这么小气？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至于这么认真吗？”张宇轩也道：“就是啊，妈，你能不能别这么敏感啊？我们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张向东，你明明知道我是为了什么剪掉头发的，怎么可以用这些开玩笑？我的声音颤抖着，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你还提他干嘛？再说，世界上那么多家庭主妇，难道个个像你这样不修边幅，不分男女，不要什么都往外部找原因，多反省自己？张向东的语气里充满了不屑。当年我也是厂里一枝花，没人介绍说张向东是大学生，长相斯文，工作稳定。当初他看到我时眼中闪过的惊艳，刚结婚时对我的疼惜不是假的。我们也曾亲密无间。怀孕以后，他说让我辞职，以后他来养家，我信了，毫无怨言地承担起所有家务。可他的职位越来越高，态度却越来越差。我问他拿生活费，他直接甩我脸上，说我像讨债鬼。岁月真的会让一个人面目全非吗？张向东见我脸色苍白，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行了，你也别生气了，我们这不是为了宇轩的婚事吗？萍萍毕竟是月儿的母亲，我们当然要对她客气一点。可你们也不能这么说我。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张向东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好了好了，你别哭了，真是麻烦，一天到晚事儿真多。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坐车，你就自己走回去吧。”没等我说话，他就发动车子扬长而去。我愣愣地站在原地，看着他们远去的车影，拿出包包，发现自己竟然没带手机。我走了整整6个小时才到家，华灯初上，我的心却亮不起来。刚到门口，就听到屋内传来张向东带着醉意的声音：“轩轩，感谢你替爸爸完成了梦想。”梦想？难道是我们当年没有婚礼的梦想吗？我稍感暖意。我们刚要结婚的时候，公公突然去世了，家里一团糟，再加上经济条件不允许，就没有举行婚礼。当时他抓着我的手，愧疚地说：“对不起我，以后一定为我办个盛大的婚礼。”等他工作有了成绩，我又在照顾孩子、老人，忙着做家务，这事就放下了。就这样，时光匆匆，20多年过去了。当年最大的遗憾就是因为穷，
没有举办婚礼。现在都这个岁数了，我觉得就不用了，毕竟婚礼只是个形式。我正要推门拒绝，却听到儿子说道：爸，我知道这么多年和我妈一起委屈你了，你和萍萍阿姨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放心，我和月儿会弥补你们的遗憾的。这些话宛如晴天霹雳，将我的心劈成碎片。我期盼着张向东能够拒绝他，告诉儿子他不是那个意思，哪怕只有一句敷衍也好，却听到他欣慰的声音：好孩子，爸爸衷心祝福你们。我的手颤抖得几乎要拿不住包，泪水滴到手背上，唤醒我的神智。这些年我以为的相濡以沫，我以为的同甘共苦，我以为的相互扶持，原来都是张向东的委屈啊！我突然感觉好冷，不禁打了个冷战，手中的包链发出声响，门吱呀一声打开。儿子看见我站在门口，眼神慌乱了一下。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没动静啊？我走进屋，淡淡说道：我刚到门口，你就开门了。儿子语气明显轻松起来。你怎么才回来？我和爸都饿了，没人做饭，只能点外卖了。他说着，侧过身。我看到张向东醉醺醺地坐在沙发上。你赶紧去做醒酒汤吧，儿子吩咐道。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儿子不再和我亲近。还记得小时候，他写作文《我的妈妈》，里面写我给他做爱吃的鱼虾，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他受伤住院，我会把手伸进他嘴里咬着缓解疼痛。为了贴补家用，我去做零工，冬天送报纸，夏天卖冰棍，即使刮风下雨也从不间断。他小小的身子抱着我，泪流满面地说长大后要回报我。可是他长大后却总是站在他爸的那边，指责批评我，使唤我。我拿起玄关上的手机，没有未接来电，只有一条未读信息。点开是房产中介给我发的生日祝福，忽然觉得好累。我走了很久才回来，你自己去做吧，我低声说道。儿子愣住了，可能没想到我会拒绝他。一直以来，我对他都是有求必应，可今天我却不想再顺从他了。这时，张向东含糊不清地说：人老了，还变矫情了，走了点路就累了，这么大岁数了，还闹脾气，羞不羞？对呀，以前给他送文件，给张宇轩送饭、送书，为了省钱，我走几十里地的都不觉得累。那时心是热的，我不想再理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卧室走。可我儿子突然拉住我，语气不善地质问道：你什么态度？我爸在外面辛辛苦苦赚钱，你天天在家里歇着看电视享福，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我深吸一口气，说：张宇轩，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这些年到底是谁在家里付出最多？要不是为了你，我会辞职在家吗？当初要不是你生病，你爸升职在即，我能放弃老领导介绍的工作吗？我的声音越来越高。后来我想出去工作，你们又不让，嫌丢人。我为了这个家辛苦操劳，费心费力，到头来就换来你一句天天在家享福。我越说越激动，眼泪止不住滚下来。张宇轩上学稳定以后，我的空闲时间多了，可是年纪也上来了，办公室的工作不要我，保洁、保姆、服务员的工作他俩不让我干。没有工作的我很焦虑。那时候短视频刚刚兴起，我喜欢看电视剧，就自学了视频剪辑，开始做影视分析博主。我尤其喜欢看宫斗剧和权谋剧，喜欢分析里面的智斗情节。当我粉丝达到1万，想要和他们分享我的喜悦时，他们却说我不务正业，说我整天抱着手机，不关心家人。张向东更是直接让我注销账号，在家里做好家务就行。我不同意，
他便威胁我说不给家用了。在那之后，他真的再也没给过我1分钱。儿子被我突如其来的爆发镇住了，他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被不耐烦所取代。他使劲甩开我的手。我爸说的没错，你真能翻旧账。我现在长大了，懂事了，知道我爸才是这个家最重要的人。你能不能别一天到晚没事找事？我被他用力一甩，重重地撞到门框上，肩膀一阵剧痛。啪！我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你敢打我？张宇轩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我擦掉眼泪，转身冲进卧室，甩上了门。要不是念着你是我妈，我非……他的叫骂声被隔绝在门外。我蜷缩在床上，听着远去的脚步声，身体的疼痛远远比不上心里的寒凉。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个家里，我不仅没有话语权，甚至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得不到。这个家还值得我维护吗？后半夜，我被一阵响动吵醒，迷迷糊糊中，我听到儿子大声抱怨着什么，然后是老公踉踉跄跄的脚步声和儿子搀扶他的声音，睡得跟头死猪一样。儿子嫌弃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我睁开眼，看着窗外昏暗的天空，心却比夜色更沉。听着老公的鼾声，我转头看着他仍然年轻的容颜。白天老公和王婷婷的亲密互动，王婷婷看向我时那若有似无的敌意，在我脑海中闪过。我拿起老公的手机，没有密码，轻而易举地打开了。打开绿色泡泡，置顶的是王婷婷的头像，昵称是萍水相逢。点开聊天记录，那些暧昧的对话刺痛了我的双眼。向东，今天爬山搀了我一路，累不累啊？不累，和你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真希望时间能停留在这一刻。我也是，和你在一起，我仿佛又回到了青春年少的时候。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那个年轻美丽的女孩，我唯一的女神。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呼吸都变得困难。原来张向东每个月2次的爬山是和王婷婷一起。几个月前，张向东说加入一个登山协会，让我给他买登山的衣服，还让我多准备一套女士的，要顶配。我以为他是想和我一起去重温我们年轻时的美好时光。当时我问他拿钱，他说我就知道钱。他以前每个月都给我家用，我怎么会没钱？可他明明知道那些钱都是生活开销，很多时候都不够。我还经常用自己的钱补贴家用。想到是一家人，我没跟他再吵，还是自己出钱给他买了登山服和设备。现在想来，我真是蠢得可笑。我含泪将这些证据一一保存，愤怒让我的头脑更加清醒。这些聊天记录顶多算暧昧，不是出轨实锤，可他们联合送了我一份如此大礼，我岂能不懂礼数，不回敬呢？次日，我睡到自然醒，没有像往常一样为他们准备早餐。儿子起床后在客厅骂骂咧咧，张向东倒是心情很好，假惺惺地替我说话。算了，今天就出去吃吧，正好我们也该换换口味了。我知道他为什么高兴。今天是张向东和王婷婷约好去爬昆山的日子，而那座山是少数人才知道的迷宫山，就是外面的早餐什么都有，好吃又品种多，不像家里的翻来覆去就那几样，吃都吃腻了。儿子故意大声地回应着，我听着他们父子俩一唱一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子是易胖体质，高中压力大的时候曾胖到200斤。那段时间，我四处搜集营养食谱，变着花样为他准备低脂营养餐，陪他散步，鼓励他坚持。
才让他健康无痛的瘦下来。现在看来，他根本不领情。既然如此，那就随他去造作吧。我又躺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起床，走到餐厅，看到餐桌上堆满了昨晚他们父子俩吃剩的外卖盒子和残羹冷炙、油腻的残渣，好像在这个家里，我只配收拾的残局。我没理那些，趁着他们出门的空档，在家里安装了监控。我收拾行李，发现自己其实没多少东西。家里的衣柜里，张向东的衣服倒占了一大半。他从不会对自己舍不得，而我每次想添置新衣服，他就说：“都这么大岁数了，有必要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吗？有的穿就行了。”他的标准就是个模具，根据我的需求在变，不断缩小。其实我的视频账号已经有几百万粉丝了，收入还不错。他们之前看不起的态度伤到了我，后来涨粉我也没再提起。找到给我发生日祝福的中介小伙，迅速定下一个房子。房间不大，但干净整洁，充满了阳光的味道。我站在窗边，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街道，深吸一口气，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轻松和释然。我的人生前半段已经喂了狗，无法改变，可后半段还很长，我该为自己好好活。觉醒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我刚坐下，就接到张向东的电话：“秀兰，我在昆山爬山迷路了，山上信号不好，我只能联系到你。”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慌张。我强忍住心中的冷笑，问道：“你一个人吗？那重要吗？”他支支吾吾地回答：“当然重要。”我严肃地说：“一个人和一群人的救援方式和需要的救援人员数量完全不一样。”他沉默了几秒后，才说道：“萍萍也在，就是王萍萍，咱们未来的亲家母。”我说：“哦，你别胡思乱想。”他立刻炸毛，声音一下子提高了8度：“我们就是一起来爬山，什么都没有。你别……哎呀！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手机快没电了。你能赶紧帮我联系救援队吗？”“能，太能了，全世界都必须知道，我老公张向东和儿子的未来丈母娘2人爬山失联了。”就在这时，他的声音突然断了。我回拨数次都显示关机。我开始上网查询，怎么公布信息让更多人知道，这还是儿子教我的。以前我问他什么，他总是很不耐烦，说我笨，学不会。后来他说不会的东西就去网上查，他工作忙，不要打扰他。如果网上没有，等他下班再问他。现在我知道了，他是真的为我好。你看，我现在什么都能查到。我马上电话报警，还联系了救援队，同时把重金寻人启事发到朋友圈、群聊、某音、某博、某书各类寻人平台，联系当地电视台、知名博主扩散信息。重金寻人启事：我丈夫于清晨和未来丈母娘前往昆山爬山，随后失联，至今下落不明。我心急如焚，恳求大家帮忙寻找。走失当天，2人均身穿红色外套、灰色裤子。如有任何线索，请立即与我联系，愿倾家荡产，酬谢100万。联系电话139:#######刘秀兰气血跪求扩散。附上从老公手机上转存的2人照片。王萍萍亲密地依靠在张向东怀里，2人相视而笑。这种大事，张宇轩当然也得知道。张宇轩，你爸爸和王萍萍去爬山的事情，你知道吗？爬山？妈，你不要胡思乱想，他们就是朋友交际，很正常的。儿子不耐烦地说着，我忍不住一阵心寒。我也没说什么吧，妈，
我爸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多少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他要是想出轨，早就出了。你能不能别整天瞎想？儿子开始教训起我来，你就安安心心在家里把家务做好，别没事找事。OK， 我打断他的话，快速说道：“我是想告诉你，你爸和王婷婷爬山迷路了，现在失联，我已经报警了。具体的，你看我朋友圈。我还有事，先挂了。”不等他回应，我便直接挂断了电话。我立刻前往昆山，在路上打开手机，不出所料，这份要素齐全的寻人启事已经迅速引爆网络。刚开始，大家只是关注到重金悬赏以及老公和丈母娘的八卦，很快有人注意到，事件女主人公竟是多年前的当红女星。就这样，各大知名新闻媒体都报道了我的寻人启事，顺利冲上了热搜。井号上市公司高管与未来丈母娘爬山失联，井号一出悬疑情感大戏。爬山失联背后的秘密，井号昆山爬山梗，你细品井号。网友们更是化身网络福尔摩斯，各种分析和调侃层出不穷。重金悬赏，这是悬赏还是宣战啊？丈母娘是前明星，这剧情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两人都穿红色，这是提前商量好的情侣装吧？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啊。昆山这地方我熟啊，风景不错，适合深入交流。这老公怕不是要去丈母娘的山头当压寨女婿了吧？这年头防火防盗防丈母娘啊！姐妹们，擦亮眼睛，看好自己的老公。各种搞笑梗图和表情包也随之诞生，一时间张向东和王婷婷成了全民热议的焦点。当然，也有一些网友表示质疑，认为两人可能只是单纯的爬山迷路，不应该过度解读。人家可能真的只是迷路了，别把人想得太坏。去山上怎么了？山上空气好，风景好，锻炼身体不行吗？人家都失联了，你们还有心情开玩笑，真是没良心。真相究竟如何，很快就会揭晓。经过一夜的搜救，警察在一个山洞找到了两人，他们正相拥而眠，穿着衣服。两人下来的时候，前面停着救援车，旁边站满了救援人员，后面还有很多工作人员。这排场比明星出场还夸张。张向东戴着帽子，遮住了大半张脸，王婷婷则低着头，快步向前走。我和一众记者媒体已经等候多时，看到两人出现，记者们蜂拥而上，将两人团团围住。张先生，请问您和王女士为什么会单独一起爬山？为什么会失联？王女士，您和张先生爬山是为了什么？张先生，您对网友们的质疑有什么想说的？王女士，您是否插足了张先生的婚姻？面对记者们连珠炮似的提问，张向东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王婷婷更是吓得脸色苍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知道，我该出场了。我拨开人群，走到张向东面前，握住他的手，语气焦急而关切：“老公，你和丈母娘没事吧？我担心坏了。你们怎么会迷路呢？有没有受伤？”张向东猛地甩开我的手，压低声音怒吼道：“你为什么要把事情闹这么大？我告诉你了，我和萍萍没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们？”一旁的王婷婷也带着哭腔说道：“是啊，是啊，秀兰姐，我们真的只是普通朋友，一起爬山而已。你怎么能这样想我们呢？”呜，我拧着自己的大腿，哽咽着大声说道：“老公，你在说什么啊？我什么时候说过你们有奸情了？明明是你打电话说迷路了，信号不好，为了让你和萍萍阿姨尽快获救，我才广而告之。
发动网友的力量帮忙寻找。难道我不报警，不找救援队，让你死在山里，你就高兴了吗？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一心为老公着想，他还不领情。记者朋友们，你们说我做错了吗？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他们都忙着拍摄这突如其来的反转大戏，这可比他们的采访精彩多了。张向东脸色铁青，他知道此时此刻说什么都于事无补，只能强忍着怒火，一言不发地拨开记者离开。我擦干眼泪，也跟着上了车，心里却乐开了花。很快，张向东获救后对我的责骂视频迅速登上热搜，井号狼心狗肺的最新诠释，井号心疼刘秀兰井号等话题引发网友热议，舆论一边倒的支持我，谴责张向东和王萍萍。张向东的公司领导也来电表示，如果他处理不当，公司就没办法留他了。他在家中来回踱步。刘秀兰，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不知道你会毁了我，毁了咱们这个家？张宇轩也指责我，妈，你怎么这么没脑子？要是爸爸没了工作，你负担得起吗？张向东接着说道，你赶紧发文澄清，就说我们很恩爱，我和萍萍是清白的，不然我们就离婚。我冷笑一声，正合我意。张向东，我们现在就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财产我要分一半。张向东震惊地看着我，你竟然要和我离婚？这件事是不是你策划的？我策划的，是我逼着你联系王萍萍，是我逼着你爬山，还是我蒙住你眼睛，让你迷路了？张向东还想狡辩，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和萍萍只是普通朋友，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你离婚。我平静地看着他，说道，话别说得那么好听，你扪心自问，是真的舍不得我，还是舍不得一个免费保姆？只要你同意离婚，我立刻帮你澄清，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把所有的证据都交给媒体，你的名声会彻底毁掉，公司也会开除你，到时候我们还是会离婚，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张宇轩听到我坚持离婚，也急了，妈，你都这么大岁数了，离了婚谁还要你？你以后怎么生活？如果你非要离婚，以后赡养费别想找我。我看着他，语气坚定地说，养育你是我的责任，我已经尽到了我的义务，而赡养父母是你的责任，这是法律规定的。等我到了需要赡养的年纪，我不会多要，该出多少你就出多少，如果你不履行义务，我们就法庭上见。张向东沉默了许久，最终他同意离婚。我在网上发布公告，大家好，我的老公张向东和王女士已经平安回家，感谢大家的关心。张向东只是受了一点轻微擦伤，并无大碍，目前我们一切都好，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公告一出，评论区立刻炸开了锅，怎么感觉博主的老公出轨了，他却一无所知啊？这也太傻了吧！刘女士心真大，老公都和别的女人爬山去了，还能说出一切都好这种话，真是佩服。就是啊，还傻呵呵地感谢网友，难道她看不出来网友们都在暗示她老公出轨吗？还有不少网友觉得我别有用心，这招真狠，看谁以后还敢出轨。刘秀兰这一手真是厉害，报警这招太好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孤男寡女，天时地利，最后安全到家就好。呵呵，我什么都没说，轻微擦伤，是在臀部吗？坏笑。当然，也有一些网友表示相信张向东和王萍萍，认为他们只是普通的爬山朋友，不应该过度解读。
可这些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浩浩荡荡的讨伐大军之中。讨论持续了一段时间后，随着事件热度的下降，最终慢慢平息下来。就在昆山爬山事件渐渐被人们遗忘的时候，另一件事却突然冲上了热搜，将王萍萍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原来，王萍萍在直播带货时被一位网友攻击：“你个老女人，一把年纪了还出来抛头露面，丢不丢人？做小三做到全国皆知，还有脸出来赚钱？”王萍萍没有忍气吞声，而是霸气回怼：“我从没做过任何人的小三，请你对你的言论负责。你的名字我记下了，我的律师会联系你的。还有，我只是老了，不是死了，我有手有脚，靠自己的本事赚钱生活，有什么好羞耻的？”裁员、降薪，35岁职场危机，越来越多的中年人面临着就业困境。王萍萍的经历和态度引发了他们的共鸣和支持。刚刚失业，人生好像从此穷途末路，感谢萍萍姐，让我得到激励。现在找工作，有的公司简介写着全员98、00后，我就想老员工都去哪儿了？支持王萍萍。谁说人老了就不能工作？年龄不是限制职业的理由。为王萍萍点赞，她活出了中年女性的自信和独立。网络上掀起了一股支持王萍萍的热潮。井号王萍萍霸气回怼井号王萍萍打工代言人井号等话题迅速登上热搜。王萍萍也因此收获了一大批新的粉丝。我已经成功拿到了离婚证，彻底摆脱了张向东。20多年的婚姻就像一场漫长的噩梦，如今终于醒来，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王萍萍意外翻红，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我用小号上传了一段20年前的视频，并买了个热搜。井号震惊，昔日玉女竟是冠3井号。视频内容劲爆，画面中一个年轻女子被几个女人围殴，撕扯头发、扇耳光，场面混乱不堪。而被打的女子正是年轻时的王萍萍。视频一经发布，便引发轩然大波，网友们纷纷猜测被打的原因。很快便有人认出了视频中的原配。没过多久，那位原配就主动联系了我：“你好，我是视频中的原配。当年我的老公出轨了王萍萍，还花了很多钱捧她出道，我被蒙在鼓里很久，直到有人给我发了他俩的亲密照片和开房记录，我才发现真相。他告诉我，当年他怒火中烧，带着闺蜜和兄弟杀到片场，狠狠地教训了王萍萍，警告她不要再纠缠自己的老公。当时有个狂热追求者正疯狂地追求王萍萍，被我这么一闹，他就顺势退圈结婚了。”说到这里，他语气中带着一丝嘲讽。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所谓的出轨证据，其实都是我老公故意发给我的。原来王萍萍逼宫上位，可她玩腻了，就想借我的手除掉这个隐患。我们都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她告诉我，得知真相后，她果断选择了离婚。我知道自己玩不过她，索性放手。现在我的生活自由自在，到处旅游玩乐，偶尔找个小奶狗谈谈恋爱，日子过得不知道有多潇洒。她劝我，你也别纠结过去，离开错误的人和事，生活只会更好。我回复他，谢谢你，我会的，祝你幸福。那段视频的影响力巨大，王萍萍过往的黑历史被重新翻出。20年前是小三，20年后还是小三，看来真是干一行爱一行，从年轻做到年老啊，知人知面不知心。以前觉得她清纯可爱，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人。
抵制王萍萍，坚决不买她推荐的任何产品。铺天盖地的负面评论涌入王萍萍的直播间，曾经支持她的网友也纷纷倒戈，加入了声讨的队伍。她的带货数据一落千丈，商家纷纷要求解约，直播事业岌岌可危。起初，王萍萍还试图挽回局面，她不停地解释，说视频是恶意剪辑，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并把那些攻击他的网友一一拉黑。但负面舆论就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越来越难以控制。王萍萍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她开始在直播间里和网友对骂，甚至口不择言，说出一些过激的言论。你们这些键盘侠懂什么？有什么资格评判我？我的人生不需要你们指指点点。我做什么关你们什么事？你们爱买不买，不买滚蛋！王萍萍的失控行为彻底激怒了网友，他们更加认定她是做贼心虚，纷纷举报她的账号。最终，她的直播间被封禁。现在我有了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把视频账号做得越来越好。我经常在动态里分享自己的生活感悟，鼓励粉丝们勇敢追逐梦想，并从自己的爱好中寻找失业的可能性。我因为爱看电视剧，所以成为了影视博主。你们呢？喜欢手工的姐妹可以尝试做手工视频，厨艺好的可以录制做饭教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我还联合几位科普博主，制作了一套免费的短视频制作教程，从入门到精通，手把手地教会大家如何拍摄、剪辑、运营短视频，即使完全没有基础，也能轻松学会。不要害怕失败，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你就会发现一切皆有可能。再次听到张向东的消息，是他重伤住院了。王萍萍直播间被封禁后，就去找张向东，想要他负责，和自己结婚，却发现曾经对自己百般殷勤的男人，如今对他避之不及，不仅不让进门，还拉黑了自己。听邻居说，张宇轩这段时间人就跟吹气球似的，胖到200斤了。而他也经常因为张向东和王萍萍的事情和赵月儿吵架，两人已经分手了。王萍萍更是怒火中烧，认为这一切都是张向东造成的，要不是你当初巴巴地凑上来，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害了我，还想全身而退，没门！张向东对他避而不见，甚至换了手机号，搬了家，试图彻底摆脱他。但王萍萍并没有放弃，她找到了张向东的公司，拿出刀狠狠地刺向了张向东。你毁了我的一切，必须付出代价。很快，警察赶到，将王萍萍逮捕。张向东托张宇轩来找我，说想见我最后一面，我同意了。痛打落水狗固然痛快，但若不亲眼看看他如今的落魄模样，岂不可惜？我走进病房，看到张向东虚弱地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脸色苍白，毫无生气。看到我，他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光亮，挣扎着想要坐起来，却被疼痛拉扯。秀兰，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他的声音沙哑，他开始忏悔，说自己对不起我，对不起这个家。他回忆我们年轻时相爱的时光。秀兰，我发现自己一直是爱你的，只是我醒悟得太晚了。我对不起你，如果有下辈子，我们再续前缘，我一定好好爱你。他说着，伸出手想要抓住我。一旁的张宇轩早已泣不成声，他拉着我的手，想要把它放到张向东的手上。我猛地甩开他的手，眼神冰冷地看着这对父子，心中没有一丝波澜。不是任何伤害，用一句对不起就可以弥补。
你的道歉只是对自己遭遇的遗憾罢了。如果你没躺在这里，你会对我有一丝愧疚吗？你所谓的后悔，只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如果你真的对我抱歉，下辈子千万不要来找我。迟来的忏悔和眼泪比草芥。我转身离开，没有再回头。我已经开启了新的人生，我的世界广阔而自由。我成立了女性力量创业孵化基地，帮助那些被生活困住的女性重拾梦想，学习技能，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看着她们从迷茫到自信，从脆弱到坚强，我由衷地感到喜悦和满足。每个女性都拥有无限的潜力，只要勇敢迈出第一步，就能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无论何时，请相信，我们的未来充满着无限可能。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